从今天开始，新疆的胡杨林赏秋之旅。这里是新疆的塔里木胡杨林公园。昨晚来到了库尔勒，今天就开始了胡杨林之旅。第一时间先把今天的航拍片段奉献给大家。这是新疆的塔里木河，河两岸的胡杨林刚刚变黄，估计未来还有1-2周的欣赏时间。所以想来新疆看胡杨林的，现在还是好的时机。现在看到的是新疆轮台的塔里木胡杨林景区。景区面积很大，一直通到塔里木河。听出来这首歌的歌名和演唱者吗？新疆的景区面积都很大，所以很容易找到没有人的地方拍摄。每次我也都是比别人多走一些路，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色，拍到更好的画面。这个很小的湖泊就很少有游客走到。听出来了吧？这就是刀郎演唱的喀什噶尔的胡杨。感觉这里面的胡杨林只是黄了一半儿。旁边就是景区里的小火车的轨道。因为新疆的时间比内地几乎都要晚2个小时，所以每天游玩回来都要很晚了，所以很难第一时间就把当天的视频做出来发出去。所以今天这个只是游玩回来之后，把无人机的素材简单剪辑了一下。关于这个塔里木胡杨林景区的视频，明天再更新。大家先可以看一看无人机拍摄的视角。塔里木胡杨林的景区纵深要有20多公里。所以如果要游玩得好，必须合理分配好时间。这个是景区交通车终点处的一些景色。这条河也是塔里木河，这边可以坐小火车，也可以坐船游览。感觉终点这边的胡杨林并没有黄得特别透。看，河上有不少的游船。终点这篇因为距离比较长，游玩的时间会占很长的时间。
很多人都是玩到这里之后，突然发现没有时间玩其他地方了，因为在回程的时候还有几个景点。所以如果你要想好好的把这个景区玩一玩，明天好好的看一下我这个视频，包括景区的各种攻略。因为感觉这里的景色还可以维持1-2周，所以在未来的2周，如果来这里游玩，可以好好看这个视频。今天这个视频也算是新疆胡杨林赏秋的先导片吧。我这次也是在新疆安排了3-4个胡杨林景区，请大家持续关注我的新疆胡杨林赏秋之旅。结束了喀纳斯北疆赏秋之旅，回到了乌鲁木齐。本来第2天想去天山天池看一看，结果早晨出来晚了，又加上遇到点事情，时间不够了，就临时决定去乌鲁木齐不远的南山。现在到了南山风景区比较精华的地方西白杨沟，以为这里是免费的，结果有门票45元。据当地人说，乌鲁木齐本地人几乎都不喜欢去天山天池，而更愿意来这里南山，而且把南山当作乌鲁木齐的后花园，怀着有点好奇的心态来这里看一看。住的呀，可以住10个人呢，这一大毡房。这个就蒙古族叫蒙古包，哈萨克就叫毡房了，一样的。前面是去往西白杨沟瀑布的地方，从这里开始不能自驾，只能坐景区的交通车，全长将近5公里，单程车票25元。感觉目前不是南山旅游的好季节，所以几乎没有游客。司机说这里夏天人最多，一起看看秋天的西白杨沟。司机特意在车上放着新疆优美的歌曲，很少听到新疆流行歌手演唱的歌曲，真的好听。其实沟里的景色在新疆可以说到处都是，我估计本地人更喜欢去的是附近的免费的地方吧。今天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收费的南山西白杨沟景区。这边山上的树基本都是常绿的松林，几乎没有彩林，所以秋色就逊色多了。昨天从可可托海回到乌鲁木齐，现在乌鲁木齐休息1-2天，本来计划在新疆一直待到10月底，估计要先离开一段时间。景区的交通车停在了山谷前，从这里往上步行200米左右有一个瀑布。山谷的溪流之上架起了一座彩虹桥，其实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前面看到了一条瀑布，据说这是新疆最大的一条瀑布，名叫神布拉克大瀑布。抬头往上看，就像珍珠飞泻，气势磅礴。神布拉克在哈萨克语中是圣洁的泉水的意思。这里之所以收费，估计就是和这个瀑布有关吧。
远处看，这个瀑布在断崖绝壁、松林间飞流而下。瀑布周围修了一圈栈道，可以登上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瀑布。从这个角度望去，瀑布还有好几级。听说现在这个瀑布改名叫了天山大瀑布。这个南山牧场的西白杨沟风景区离乌鲁木齐大概50多公里。返回的时候选择了徒步，因为这条沟里非常干净，当作林间散步了。这里虽然叫白杨沟，但是白杨树并不多，大部分还是云杉。在这里走路的只有我们一行4人。这条沟还真的有5公里左右。之所以徒步，是因为路上有一段是南山牧场。现在走到了这块牧场，这里没有游客，枯黄的草甸上只有1、2匹马。这个老鹰的雕塑在抓的是，这是狼吗？如果是夏天，这里都是绿色的草甸，应该挺美。所以如果要来南山牧场，还是夏天来比较好。这个西白杨沟风景区应该也是南山牧场唯一收费的地方吧。离西白杨沟不远，还有2个免费的小景点。这里有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南山牧场里的一些小村庄。感觉夏天这里应该是个避暑的好地方。这里就是乌拉斯台的大平台。据说7月底8月初是它最美的季节。就是这种神秘的人性。可惜今天来的时间不对，感觉有点凄凉。所以如果你想在乌鲁木齐周边玩，如果想从天山天池和南山牧场来做选择的话，9月以后肯定是选择天山天池了。虽然天山天池价格比较贵，但是还是值得一去的。其实南山牧场还有一个景区叫菊花台，不过没有找到，因为这个季节也不会有野菊花的。晚上住在了大巴扎附近，去大巴扎转一转。大巴扎晚上还是很漂亮的。这个美丽的商业街区里有很多店铺，也有不少的当地美食。漂亮的宣礼塔，高大的观光塔，白天登上去好像30块钱。大巴扎分为2个街区，去另一个街区看一看。觉得有美食街的这边人更多一些。去大巴扎的美食街看一看。晚上这里的人不如白天多。一般旅游时间短的游客都喜欢在这里吃一点新疆美食。这里环境不错，也比较干净。
很多美食看着色香味俱全。不过我最近不能吃羊肉，还是换了一家餐厅，网上找的一家4人套餐，就是这里，一个香港餐厅。是的，我在乌鲁木齐吃了一顿粤菜，价格很便宜，一共158。不过在新疆吃粤菜，是不是有点可笑呢？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痛并快乐着的一天，因为骑马去了唐布拉的仙女湖。虽然艰难，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看到了很美的景色。今天从巴音布鲁克去往唐布拉的仙女湖。我们去唐布拉的那一天，独库公路还没有开通，因为今天是7月4号，也是独库公路正式通行的第一天。但前2天从巴音布鲁克到唐布拉的独库公路并没有通行，所以我们又绕了一大弯，从百里画廊去到了仙女湖。今天唐布拉天气非常好，景色依然非常好看，但路上我们一直没有停留，直接赶去了仙女湖。百里画廊的景色真的很美，这是我们今晚要入住的地方，在这里也遇到了几个之前认识的伙伴，大家一起在这里拍合影照。下午6点钟，我们一起骑马出发，前往仙女湖。之前一直打算徒步去仙女湖，但所有的信息反馈，去往仙女湖的徒步道路实在是太难走，只好选择了骑马去仙女湖，往返大概3-4个小时。在唐布拉骑马去仙女湖，价格大约在150到300之间，看季节而定。这里有很多做骑马生意的当地人。整个路程在第1阶段非常难走，道路又陡又泥泞，确实没法徒步。现在看到的画面都是比较好走的路了。感觉这一路骑马受大罪了，非常的颠簸，几次差点从马上摔下来。中途让马儿休息了2次。感觉白叶子大姐骑得还挺轻松。哎呦天哪！哎呦！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骑起来
打死我也不骑马了。主要是我的膝盖也用不了力，腰也有伤，所以骑马真的是非常受罪。这些骑马带路的小向导都是初中生，利用假期给我们当向导，也挺辛苦的。我们这次骑马的费用，每个人往返是180，最后我连小费也没给。现在想想，他们也挺不容易的。骑了将近1个半小时，终于到达了终点。哎呦，站不住了已经。湖在哪儿呢？其实下马的一瞬间，我连站都站不住，缓了半天。
玩赛马。快到傍晚9点了，因为山上非常